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推心置腹。今天依旧是我们的心理自愈这个板块。我们相信，即使没有金汤匙，出身阶层普通，目前收入也不丰厚，依然可以破茧重生。我是节目制作人袁英，我是心理咨询师王璇。其实很难说清具体是因为什么喜欢听推心置腹的，但是从2022年开始入坑文艺复兴，在家听，出门等车也听，到后来出国读书，再到现在快毕业回国了，感觉是陪伴，是开解。那时候有几期呢，真的很戳中我的心，解开一些我的一些心结，还有一些一直没有想通过的事，让我开始和自己和解自洽。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投稿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互动，还挺有意思的。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自我关怀，通过做几个练习来学习一下，怎么让自己不再苛责自己等等等等的。那么今天我们将抽出的书呢也很有意思，叫做《我在上海开出租》。这本书呢是我们的司机朋友记录了自己在上海开出租的时候的所见所闻，其中包括了各种形形色色的私城故事。你看那个乘车空间是很小的，但是它也足以反映人非常放松或者非常真实，当然有的时候也是很紧张的一面。现在我们坐网约车的时候，网约车就主打一个不可以跟乘客说话我们也很少会跟司机交流。但是呢，北京出租或者是上海出租，以前其实还挺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出租车司机跟你唠嗑。那么在上海开出租的黑桃呢，他就坚持把自己作为这个沪漂打工人的真实日常记录下来。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出租车司机他在开车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呢？那我们将会在评论区里面选出3本。OK， 那我们今天要抽的书也说完了，我们就来正式来讲一讲今天我们怎么自我关怀呀，王璇。然后我们讲到刚才原因你说这个自我关怀这个问题先给大家稍微就是解释一下自我关怀，这个叫 self compassion， 就是爱自己关心自己嘛。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对自己很苛刻的话，他大概率对别人也不会宽容，就是那种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是一个蛮高的道德要求的，或者是一个蛮高的行为标准的。还有那种叫什么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个之所以有这个口号，就说明它其实是有点反人性的。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规则都是挺反人性的。对，所以就是说实际上来讲，我们如果对自己苛刻，我们不太容易对别人，我们很容易对别人也苛刻。就是在家庭里我们也会看到父母可能他对自己要求苛刻，他对孩子也往往容易很苛求。伴侣也是这样子的，如果说我对自己很严格的话，其实我对伴侣也会有一些很苛刻的地方。有些地方也许我不说，但是他可能有一些微小的地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不行吧。但是我经常会觉得说这种苛刻的背后是恐惧，是对失控的恐惧也好，是对没有安全感的恐惧也罢，反正总之表面上是苛刻，但是我觉得苛刻是可以往下深挖的。我觉得你感觉的非常准。就是苛刻它是一个表象嘛，下边可能有很多的黑暗和恐惧和难以抓住的部分。是的，那我们今天就来深入的研究一下苛刻背后的这些东西，让这个苛刻，该死的苛刻离我们而去。慢慢来。就有些人他害怕自我关怀自我照料，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害怕，然后有些父母也害怕对孩子感觉放松了，他好像就可能会走上邪路，会变坏之类的。觉得对孩子宽松一点，可能就意味着放任自流，就是一去不返，或者是误入歧途。然后我自己有一个经历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对自己要求当然也是很有要求的人，就我外表不一定是，但我内心是有要求的。那我就
就是上个月见我的那个体验师的时候，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因为他就鼓励我去休息嘛，他说没事儿，他说我相信你。然后我就说你不怕我真的就休息之后我就真的躺平嘛？就我发现不工作这件事情好像很好，我就真的撒手不工作了。我说我有这个担心，我怕就是我有这种恐惧，我怕失控，我怕真的自己就躺下站不起来了，因为我也真的很需要休息。他说如果你真的躺平了，那就说明你真的需要躺平。我非常理解你们的这个对话。我刚刚离开公司的时候，我不是还是紧锣密鼓的在安排我和你的工作吗？我不是还是把自己的工作排得很满，可能1周或者2周才休息1天，因为我比较适应那个节奏。我是真的很害怕，如果我对自己不这样要求的话，我可能在日复一日的自由职业里面，我就失去了自律，可能这个工作我就不会再做下去了，我可能就彻底在家里面就废了，我很担心这个。但是有一次我不是非常非常疲惫去看医生，医生说你得歇着，我就开始休息了嘛，就把节奏放宽了。然后我发现其实如果你本身对这个东西还是感兴趣的，或者说你本身还是有一点点理智在的，哪怕只有一点点，那么其实让你1周完全不工作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很难受，很难很难，你真的会觉得没事儿干。当我不是把自己压缩在1周之内我要工作很长时间，而是我想休息的时候就休息，等我缓过来的时候我再去工作。工作这个事情对我来说甚至是很快乐的。那么我现在呢也没有多么影响我的进程，你看我们节目还是每周照常更新，甚至还多了一个板块。这个我在做的事情只占了我1/2的精力。我想看电视，或者是想出去锻炼身体，或者想干嘛的时候还是能干嘛。我现在可以觉得把它们有机结合得很好，就仅仅是因为我放任自己躺平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经验啊，谢谢你。就给我还有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信心，就是相信我们自己其实是可以自己调整的，也可以把握自己的。对对对，哪怕就是放任自己愣躺1个月，其实也没有什么损失。我之前应该是有躺3周左右吧，然后我才发现原来完全放松的躺3周，这3周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虽然我们猛一听3周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但是它能带来的休息的感觉是足以让你可以体会到，我松弛可以松到什么程度，然后回想一下我紧可以紧到什么程度。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呢和生活中呢，就可以有机的把它们结合起来了，你就慢慢的会找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节奏。真好。 OK， 你的这个分享真的是很安慰人的，然后而且我也觉得其实你也是替我们大家先行体验了一把，就是没什么，这种全然的放松是有必要的，也是有帮助的，也是不会对我们的长远的路径有什么影响的。对，是的，因为我现在身边的朋友大部分就都挺卷的，不知道是人到中年还是怎样的原因，大家都会想说我怎么能再更进一步，或者是怎么能比现在更好。其实我直接去跟他们说，休息休息，有一些问题其实是要在休息中才能看到答案的，但是大部分人不太会容易相信。但是我自己的经验确实是我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或者是我写什么东西的时候，尤其是在写东西的时候，我会经常陷入到一个死胡同里面，在那个死胡同里面我是死活找不到答案的。但等我退出来，当我不再把精力放在那个东西上面，也就是说我不是那么全心全意的在乎那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你心态轻松了，甚至是说会拥有一个用局外人的视角在看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反而能看到突破口。所以我经常跟我朋友说，有的时候进步的方式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我觉得你这个是很有
哲学思想的啊，也是很有人生智慧的，就是你往后退半步，可能视野真的会打开。所以刚刚就说啊，如果其实我们真的对自己很严苛的时候，很紧张的时候，并不能提高我们自己的工作效率。有时候放松一点，可能你的反而会有突破口，对吧？对。然后，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如果让自己放松，你可能会发现你超乎自己想象的能量和资源出现。对，这也是一种自信。这是另外一种自信，跟我们日常以为的自信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非常底层的自信，是一种肯让自己放松，也是一种自信的培养。没错，我觉得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自信，就通过工作来，通过成绩来展示的，那是一种需要自证的自信。但是如果是松弛下来，任凭时间或者运势或者就是这个自然而然的流动带你去哪里，那是一种更底层的对于生存的这种自信，就是你相信你是可以的，同时你也相信你是被眷顾的。所以呢，我会邀请大家去记录一下自己对自己是不是严苛，然后怎么记录呢？就是也许比如说我们照镜子的时候，看看脑子里是不是会浮现出来什么声音。会啊，比方说有的时候，哎呦我的天哪，今天怎么这么肿啊？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人长得还挺好看的他一定会出现出一个评判的声音，我觉得。对，如果不评判反而不太正常，是不是？不知道是不是我不太能确定评判自己镜子里的样子是正常的吗？所以这个就是邀请大家去感受一下，就是你比如说你去洗手间的时候照一下镜子，看看是不是脑子里会自动出现一些声音给自己的，然后你就把它捕捉下来看一下，这是一个像原因说的，我自己今天状态不错嘛，我觉得我今天口红很不错，还有我今天衣服搭配很不错，还是说我今天怎么这么没精神，看起来脸色蜡黄，我需要去打水光针了还是怎么样，就是不管它是直接的评价还是间接的评价，都邀请大家去把它捕捉下来。然后来然后就是根据我们捕捉到的声音，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对自己是不是苛刻了嘛。然后如果我们对自己很苛刻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也就是开始自我关怀。就是我们需要意识到人的本身它就是一个动态的、多元的、复杂的过程，生命的历程也是这样的。我们会不断的学习、试错，然后我们当然也会调整。所以在这样的心态下，在这样一个自我关怀的心态下呢，我们就能够相对的更加善待自己。当一个人能够善待自己的时候，能够对自己宽容的时候，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对身边的人也会拥有更多一分的善意，更多一分的理解和包容。然后我们每个人一生之中我们的自我交谈，就自己跟自己交谈，不管是说出声来还是内心的这种话语，它是如此之多，然后它也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发生。但是呢，在这种自我交谈中，我们对自己很可能不是和善的，不是友好的，甚至我们对自己都缺乏基本的尊重。比如说如果我工作上犯了一个什么错误，我可能会说你怎么这么蠢，然后你永远不可能把这件事情做好，你永远不可能得到晋升，或者说你的中年可能就是一事无成，就是我是有可能跟自己说这种事情的。哇，好扎心啊！对，你永远好像对，因为这个我是有点受暗示，就是有人曾经给我算过命，说我中年平平，所以我对这方面一直觉得可能平平就是我的命运。但是如果我们想对自己可能真的就会比较狠，而且觉得自己是自己人，狠一点可能也无伤大雅。但是如果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孩子或我们真正爱的人、在乎的人，我们会这样讲吗？不会。但是如果我们在网上攻击别人的时候，是很容易说出这些话的，把这些攻击自己的话全都攻击到别人身上。是，因为那是 nobody， 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毫无保留的去进行这样攻击。对，但是我觉得
我想说的就是，当我们在攻击 nobody 的时候，去看一看，其实攻击到别人的这些话，常常也是攻击到自己的。没错，它不是毫无来处的。对，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我们需要就把这些声音也抓到，然后学会和自己沟通。那怎么去学会和自己沟通呢？首先就是要抓住嘛，就是说我们要先把它记下来，还是拿出我们的小本本来，就选一天，比如说你今天你就比较闲，你比较有空，没有特别紧张的事情，那我们就开始记录这一天。比如说今天是5月19号，对吧？比如说今天是5月19号，我们录节目这一天，然后呢，我们就集中精力，然后去捕捉我们听到的内容，脑海中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讲什么，然后我们记下来的时候，不要去修改，不要去涂改，也不要把它读出声来，就是让那些个语言像流水一样从你的指尖，从你的笔尖流淌出来，流到那个纸上。就是说我们不要对它人为进行任何干预和加工，因为我们很容易去扭曲它嘛。好，所以只要我们把它写下来之后，我们就去看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有没有什么内容让你觉得吃惊。再下一个就是有什么东西并没有让你意外，对自己说了什么负面的话。对啊，可能有很多条，然后 check 一下这样说话友善吗？如果不友善，能不能把它进行一个改写？这个是我们已经写完之后啊，你再去审视，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不够友善，语气不好，那有没有什么语气更好的表述方式？就比如说你就是个懒贼，你就是懒到家了，你什么都做不好，就说我自己啊，你什么都做不好，你就是被子也没叠，碗也没洗，你能做好什么？你管不好孩子，就诸如此类的事情哈。然后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事实吗？就有可能我们只抓住了这个事情冒尖的5%，但是忽略了其他的95%。就像你说的，我们要看到一个大面，而不只是看到其中的一些个竖出来的小刺儿。那么如果不是事实的话，真正的事实又是什么样子？如果是用一个公允的眼光来看，那个事实应该怎样去被描述？还有就是这样说话有助于帮助平和情绪吗？就这样会让我们情绪更加的不忿，更加的激动，还是能让我们平静下来？如果不能够帮助情绪，那更有效的应对情绪的方式，你能想到什么？我跟你讲，你说完这几个练习，你边讲的时候，我就大概的想了一下，我自己会想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之前已经做过就是相关的练习了。我会发现，我觉得挺可怕的。一方面的可怕在于，就是这种可怕在于，我就忽然觉得我对自己特别凶残，就是有一种感觉，就好像是我根本不需要下地狱，我根本不需要油煎火烤，因为我自己就可以在自己的心里面做自己的判官，做自己的小鬼，做自己的阎王爷。你可能每天都处于煎熬之中。对，所以感觉就好像是人心即地狱，只不过这个人心是自己的心。甚至说有的时候我们说他人即地狱，说他人的想法会让我们陷入在地狱之中，可是对于他人的评价的这些想法的认知，也其实都是听到别人讲什么东西，然后关在了自己心里的，还是自己心里的声音。没错，就是如果你那个人对你来说是 nobody， 或者是那个人你完全不认同的话，他的声音是没有办法经过你的过滤器，然后进到你的心里去的，是因为我们打开了那个开关，那个声音才会进来，才会被我们内化，最后那就变成了我自己的声音。
所以我不再需要有那样一个苛刻的他人，我自身就带着一个或 N 个严厉的判官。所以如果我们身边的人是那种负能量，或者是抱怨，或者是他没有一个宽容的视角的时候，我们长期跟这样的人相处，尽管在表面上我们的关系是好的，但实际上他对他人的批判也会延伸到我自己的身上，哪怕他从来没有批判过我，我依然会内化他的视角去批判我自己。是，这就是一种心理上的杀鸡给猴看了，我们就是猴儿啊，还蛮可怕的。你刚才说到了一个视角，就是说我们会把这样的话讲给自己的爱的人听吗？又不会，这个其实又会很矛盾，因为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如果这样跟自己爱的人讲的话，会伤害对方的自尊，会伤害会影响到对方，但为什么不会觉得影响到自己呢？因为我们可能对这个事情没有觉察，它就扎根如此之深，它已经变成一种自动的反应模式，就自动的话语。就其实你不是因为你刻意想要批判自己，所以那个声音才会出来，而是那个声音就一瞬间你看到这个东西，或者是你收到一个不好的评价。比如说我们这个节目看到有人的评价不好，还有很多很多好的评价，对吧？但是可能有那么一两条听起来有点扎心的评论，但我们也会自动的就有一个反应，就是我们的那个情绪反应其实是快于我们的理智反应的。所以当我照镜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评价，那个评价也是非常瞬间的就出来了。但我觉得如果是对于我爱的人，首先我有一个爱的加持，就是我真的爱他，那我首先有一个爱的连接，爱的加持，这个本身其实就是一种保护了，就是它是有一个很温暖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再次就是我觉得在我跟他说话之前，我会过一下我的脑子，而不会特别冲动的就是想到啥说啥，因为他对我如此重要，我会考虑他的感受。但是我们可能不太会考虑自己的感受。那其实如果有自我关怀的意识的话，这个东西在脑子里面冒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下意识的去想一想，我这个话会跟自己爱的人说吗？如果不会的话，我为什么要这样跟自己说？如果我开始拒绝这样的声音侵入自己的话，那其实就已经是这其实是一种爱自己的方式。我完全同意，我觉得这是一种爱自己的很根本性的方式，就是对自己也像对别人一样公平。然后我前两天还学到一个方法，就是如果脑子里面出现了这样的声音，就跟他说：“给老子滚！你给我走开！你算老几？”你就直接去骂他，骂回去，你又算什么东西？这也是一种对抗的方式，就而且还挺爽的，我觉得。我觉得也很好，就是其实主要就是我们意识到了它存在，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它存在，我们就任其凌虐自己的心灵。只要我们意识到了，我们捕捉到了，我们才有可能与其工作进行这种处理，就 processing 嘛。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是说比如说我如果有拖延症的话，那就是说我今天我没有把这个报告写完，我可能会说你今天就是没写完，然后你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拖延，你以后也不会好，你就是个拖延症懒癌晚期患者。那如果我们想着这个事儿是我爱的那个人，比如说我的小朋友或者我的老公，他这么做了，我会怎么跟他说呢？我可能会讲说昨天你没把这个事情做完，但是今天和昨天不一样了，今天是新的一天，所以我们来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你更加集中注意力，比如说我能为你做什么，然后让你能够专注在这件事情上，让这个事情能有一个完结。对，我想到武志红老师以前在他那本书里也专门有一个部分讲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去看，就是我觉得他下边的动因和分类其实是有不同的，然后如果真的想跟这个部分好好工作的同学可以去参考。就是我自己本身我还没有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就是我还是有蛮严重的拖延症的，尤其是对于那种我觉得有困难的或者说我不想做的事情，
我做的也不是很好，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是我们在这种真正困难的地方，然后去听取自己的声音，然后至少先把它记录下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可能它的来源是蛮久的，不会说因为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简单的讨论之后，它就能够得到解决。但是我们有勇气去看它。你说的是武志红的《深度关系》那本书吗？深度关系那本书。OK， 对，是的。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就举的是这个例子啊，就是被展开了一下。然后我们也请大家去做第6个练习，叫做重组脑海中的声音。就你可以选取脑海中你截取到的一个声音，或者是 N 个声音，对于每个声音你都把它原来的表述记下来，然后呢再把这个表述再重新讲述一遍，把自己说的那种负面的不友善的内容改写成一个对你所爱之人的表述。就同样的事情，但是你现在不是对自己说，而是对一个你爱的人，你在乎的人讲。我们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在乎的人，所以就把它重新表述一下，重新造句。我们上小学的时候，造句在此时此刻起到了关键作用。我真的觉得其实小学应该学这样造句。我们小学的时候不是学吗？我觉得小学生呢，他那个造句重组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比方说给你一个词10分，有的学生可能就是说我10分喜欢什么什么东西，但有的人就会写我今天考10分。真的是能看出来个性十分不同。对，比方说难过，我们正常会以为说我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情我很难过，但是有的小朋友他就会写我家门前有条水沟很难过。我感觉这个小朋友可能有点情感隔离。对，就是你知道，就是当造句重组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在重新造句这件事情上天马行空。我们下面还有一个练习，其实这个练习我们也类似做了不少。这个练习呢叫做旁观者的讲述。所以呢，在我们前面我们不是写下了很多内心故事嘛？我们这些内心故事里，你可以挑那么几个，可以选2个、3个或4个。然后这些内心故事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负性的。就是可能是一个让你开心的故事，也可能是一个让你伤心的故事。那么这个每个故事其实可能都对应的你的人生一句，或者是人生 N 句，就是我们之前在上集确定的人生一句。比如说原因的就是如果别人爱上我可能会不轻松，那我的是我希望大家都喜欢我。就是我相信每个人也都大概找到了自己的那个一句或者好几句。这人生一句都是负性的也有可能是正性的，比如说明天会更好。然后呢，我们把自己的故事呢花几分钟尝试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重新讲述。那这个旁观者他可以是一个支持你的家人、朋友、亲戚，也可能是一个很钦佩你的熟人，就比如说你同学啊、同事啊，还有可能是一个在你看不到自己任何缺点、十分沮丧的时候，还能够看到你最好一面的这样一个人，你的朋友。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可以。那么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旁观者，就这个旁观者你可以自己选，对吧？但是如果用这个人的口吻讲你的故事，那和你自己讲自己的故事会是有什么样的一样和不一样呢？你可以把旁观者讲的这个故事写下来，再对照自己曾经写下的那个故事，看看这个版本有没有什么不同。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偷懒的方法，偷懒但是非常有效。我原来开花店的时候，我开着会很萎靡，会觉得说自己的前途一片完犊子。我一直觉得自己的花艺做的挺一般的，但是呢，我收到了很多的反馈。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旁观者的叙述，旁观者的讲述跟我说，他们觉得我很厉害，学什么就会什么，做什么都很好看，就怎么可以做出那么好看的花，等等等等的，就是他们看到的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现，他们看到的东西和我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包括有的时候别人会跟我说，可能很早之前就关注你了，10年了，那个时候觉得你很有趣，但没有想到你竟然可以一次一次的突破自己，越来越好。我在这样的叙述之中是可以给自己松绑的，所以有一个偷懒的方法是直接去问别人，他对你的一些事情他是怎么看的，你可以看一看他的视角是什么。这个比自己想还要更真实。对，而且他真的会看到一些你看不到的东西，你自己去模仿旁观者的时候，可能还是会陷入到自己的逻辑陷阱里面，可能还是会产生一些自我攻击。但是有的时候旁观者的视角是很友善的。所以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用旁观者的视角去叙述，你可以用你的笔写下旁观者的视角，但是如果你还有这个奢侈，有这个幸运去亲口问一问那个人，那你就听他讲述，再把那个也记下来，那你现在就有了 N 多个版本，有3个版本，对吧？一个比一个更贴，就是它是一个光谱，一个是另外一个人，一个是自己，中间还有自己加工过的。你可以看这个，就跟看《红楼梦》有不同版本一样，这个就很有趣了。对的，这很有意思的就在于它既可以跟你自己交流，又可以跟别人交流。可能我们从来不会问别人，你是怎么看待我的？你觉得我这个事情做的就是在你看来是什么样子的？有的时候问一问是可以发现不同的东西的。而且我甚至会觉得，那个被问的人可能会觉得他很有被尊重到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也许他在人生中从来没有人这样在乎他的这个视角，他的这个观点。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发现的经历。所以到这个阶段呢，我们就可以，还记得我们在之前有一期我们邀请大家给自己拍了第1张快照嘛，就是在脑子里对，那是第1期是吧？那我们现在已经好多期了，就我们现在终于轮到拍第2张快照了。所以当我们拥有了一个更加关怀的口吻和更加善意的视角去观察自己，去观察自己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时候你再给自己拍张照片，你去记一下现在自己的样子，是不是有什么不同？你看到了有什么变化没有？会有我们这个系列已经做了2个月了。我其实没有想到，在这6期里面，我会发现很多自己没有观察到的一些自己的边边角角，尤其是一些行为模式、一些思路。我以前也真的没有想过我只是觉得不舒服，但是可能没有想到过我给别人压力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什么。我上一期做完之后，很微妙的是，我一直觉得自己对自己挺不错的，但是做完这几期，我又会觉得说，我对自己不错中透露着一些残忍，也没有那么好。所以在做到上一期的时候，我忽然对自己更加尊重了，有一种奇妙的自重放在了自己身上。我会更尊重自己的感受，更尊重自己的存在。我不会就是不管这个节目有没有帮助到大家但就挺奇怪的，就是会帮助到我更加的认识自己。所以我发现人真的是像洋葱一样，当你觉得自己还不错的时候，你挖一挖，总还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是因为我们人真的是复杂的，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的人格里有很多的结构的，而且你上一场那样的一个长长的痛苦的回忆，我想其实我们把它展示出来，我们去看到它肯定会给你带来一些影响。其实我上一期有一点点后悔就是当你跟我讲完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其实在这儿也应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觉得我当时可能要跟张三做一个稍微稳定一点的处理，
就是我不希望我不知道你之后感觉怎么样，我想你可能还好，但是这个事情去讲出来或者去暴露出来，肯定是对你心境有影响的。就是他把一个太核心的东西挖出来了之后，他会让我重新去审视我现在的一切。让我再重新审视我现在的一切的时候，我就忽然觉得说不对劲，这个也不对劲，那个也不对劲，所以我进入了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我知道，我听起来你刚跟我说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个意象，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可能它是一个土下边埋得很深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挖出来了。对，你挖的过程中其实是对这个土壤造成了结构性的破坏的。对，是的，是这种感觉。我刚才自己脑海里面想象到的也是这样子，它是一种翻新。我们往好处想，它翻新了之后才可以种花什么的，但是这个翻出来之后，就是它会对我现有的很多东西造成破坏。是，就是我们本来以为这个土夯的蛮实的，它也长出了不少植物，有些花朵，但是其实它下面还是有一个充满了伤痕的一个铁皮罐子，然后我们长满了锈或者怎么样，我们现在把它抠出来了，然后可能也伤到了一些根基。但是我当时应该对你做一个，就是让它重新把它好好的填埋或安置的工作，再把你那个土夯实一下，把它保证它这个根，比如说受伤的根，让它去给它做一些处理，让它就是恢复一下。比如你给它吹一口仙气，跟它说没事儿，你还是可以长，下边你可以土更有营养了，你可以更好的长。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的自己做一个告慰。而且就是也想告诉大家，当我们去回忆这些痛苦的时候，可能也会产生类似的这样情况。所以大家如果遇到类似的这种波动困扰，我们就会需要做一些稳定化处理。比如说我们去想象一个安全容器，把你的这些个情绪啊波动啊把它放在容器里，这个当然是一个专业的设置，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很详细的去讲，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搜索，叫做保险箱或者是安全容器，去看一下这样的东西。然后如果找不到的话，我们至少是可以去做深呼吸，还有就是肌肉渐进式放松的，还有就是可以自己拍打自己的，就是轻轻的拍打自己的肩膀，这样让我们和现实连接，告诉我们现在没有在过去那样的伤痛之中，我们是在现实的当下，我们是安全的，我们是 OK 的。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性的保障，然后在这样的保障之下再去探索我们的伤痛。我们自我关怀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你要同情你自己，你在关心自己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表达的时候，可能要把我们之前所有的节目的内容串起来，然后再仔细看一下自己的描述里面有什么缺陷有哪一些描述可以修改总的来说真的是一种自我完善的感觉哦。对，所以我们去发现痛苦并不是为了发现痛苦而痛苦，而是为了确定我们的目标，然后用不同的视角去看，然后用自我关怀去对自己加以善意和疗愈，就希望我们的痛苦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的强烈，以至于这些方法都不适用，都不能处理。我们希望我们的痛苦是一个其实在一个可控范围内的，可以被处理的，那么这个我们今天的自我疗愈之路，它就可能会有足够的力量去帮助你。但是如果我们的听众你是有巨大的创伤，巨大的曾经被忽视被虐待，那这个我们讲的东西可能就超出了你的那个范畴，所以我们还是要以安全为主。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对自己抱着同情哈，然后再看一看你的故事。比如说你刚才比较了3个版本之后，你再看看你的那个版本是不是还有什么可以进一步再去修改或者推敲的部分，你可以把它标出来，然后把这个东西意识化，把这个差别意识化进入到你的视野，进入到你的思维当中，然后看看自己的以前描述是不是有些缺陷，然后有没有，甚至它会有给你带来什么益处没有，然后你又想做什么样的修改。
总而言之呢，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些版本能够对自己造成一个启示和觉察，然后从那儿再开始下一步的我们下一期的工作。就是这个样子。好，那么本期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啊，也辛苦大家练习，我要下去想一想了。再见。再见。